不是在熬夜打瓦吗？这里是哪里？我穿越了，这里是天玄大陆青州林家。林渊，交出太玄令吧！什么？太玄令？丧家之犬林渊，还想攥着太玄令不放？哼，自不量力！家主怎么可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听说樊少爷资质是黄阶上品灵根，比他这黄阶下品强多了。太玄令就该给樊少爷。林家由原主祖父所建，祖父撒手人寰后，家业被三姑婆的入赘女婿林万山掌握，而这太玄令乃祖父留下，激活并携带此令者，可直接前往太玄宗，成为外门弟子。前不久，林万山逼原主父亲外出，结果意外身亡。现在逼我交出太玄令，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哼，你黄阶下品灵根资质平庸，拿着太玄令纯属浪费。反观樊儿，黄阶上品灵根，太玄令交给他，才能为林家争光。堂弟，识相点就把令牌交出来。父亲说了，只要你乖乖听话，家族会请一位一品炼丹师教导你丹道。这哪里是恩赐？分明是想把我奴役成日夜不停的给家族炼丹的奴隶。我若是不交呢？不交，那就别怪我不念宗亲之情。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家主不敢动你？再不交出来，直接捏为肉泥！我如今只是炼气3品修为，万万不是林万山的对手，硬抗只有死路一条。可太玄令是我今后崛起唯一的依仗，没有了他，就算能苟活，那也是悲惨的度过一生。我该怎么办？你交还是不交？我只数3个数：3。检测到宿主身处绝境，吃亏返还系统正式绑定。什么系统？规则：宿主每遭受一次损失或不公待遇，将根据吃亏程度、对方身份等因素，获得1到1万倍的返还奖励。新手福利：首次吃亏可触发100倍暴击返还。2，100倍暴击返还。既然吃亏就能返还，那我太玄令交出就能获得比太玄令100倍珍贵的奖励。既然如此，1，那你便去死！交，我交便是。检测到宿主被强行夺走太玄令外门弟子资格，触发新手100倍暴击返还。奖励：太玄宗小雏风令1枚。持有此令，可直接带入太玄宗小雏风封主门下，享受封主亲传弟子待遇。小雏风封主，那可是太玄宗9大封主之一，封主绝对的实权人物，亲传弟子更是地位超然，远超普通内门弟子，更别说外门弟子了。这波血赚啊！不过我不能太暴露，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激活了太玄令，很快宗门执事就会传送过来，接受持太玄令的弟子。到时候有宗门执事在场，林万山再胆大包天也不敢放肆。果真是算你识相，往后就跟着家族请来的炼丹师好好学，别再痴心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凡儿，快注入你的精血！哼，堂弟放心，等我成为太玄宗外门弟子，一飞冲天，说不定会赏你几块灵石花。谁能一飞冲天，还说不准呢。李某乃太玄宗外门执事，前来接引太玄令持有者。林家后人可有准备好入太玄宗者？李执事大驾光临，林家蓬荜生辉。令牌何在？持有令牌者随我回宗。在此，在此。这是犬子林凡，黄阶上品灵根，往后还请李执事多多关照。不错，随我走吧。堂弟，今后就好好为家族炼丹吧。待时机成熟，我回家招你为我的侍童。哈哈，我儿总算要飞黄腾达了。是啊，凡儿前途非凡，定会超越老家主，不像林渊这个废物。等等，晚辈亦有令牌，恳请执事带我一同返回太玄宗。林渊，休得胡言！你这什么令牌就敢拿出来？赶紧退下！就是，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太玄令已经给了凡儿，你还想耍什么花招？这是小雏风令，竟然是小雏风封主亲授的入门令牌。什么？这位小友，你竟能得离月封主青睐，真是天大的机缘。
林家能出你这样的天才，真是福报深厚啊！小猪风令，那可是比太玄令更珍贵的存在。他竟然藏得那么深！李执事误会了，这枚小猪风令乃是我林家祖传之物，并非林渊个人所有。按家族规矩，如此重要的机缘，理应由族中资质最优者继承。是啊，李执事，林渊资质平庸，只是黄阶下品灵根，根本配不上小猪风令。让他去只会浪费封主的资源，林凡乃黄阶上品灵根，才是最佳人选。执事大人，我才是林家最优秀的弟子，小猪风令应该给我。放肆！太玄令这外门弟子名额，哼！李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小猪风令乃封主亲授，持有者即为封主内定弟子，岂容尔等随意更换？你们好大的胆子！林小友，随我回宗吧。告辞了，族长。三姑婆，堂哥，待我下次回来，林家祖业定会亲手夺回来。这就是太玄宗的实力吗？如此巨大的飞行法宝，此乃太玄宗接引灵舟，随我一起登舟吧。好嘞。此子藏得太深了。小猪风令本该是凡儿的。可恶！一个资质平庸的丧家之犬，凭什么能得到比太玄令珍贵100倍的机缘？你若不入太玄宗，那便留步。哼！入！我入！太玄宗实力果然强盛，这么大的非洲，岂是一般小宗们可比啊？明明我比你资质更好，凭什么你拿到小猪风令？朱克芳！这些皆是各地家族举荐的良才，还望诸位师兄费心教导。好，林小友稍后，我已派人通报小珠峰，峰主很快便至。小竹峰，难道这位林兄弟持有特殊令牌？不可能吧？咱们都是太玄令，最多只能做外门弟子，他怎么能惊动峰主？看李执事对他的态度，绝非普通弟子，难道是有什么背景？见过冷峰主。好强的气场，他就是传闻中太玄宗的小竹峰峰主金丹大能冷离月吗？传闻小竹峰峰主冷灵月是青州年轻一代的传奇，果然名不虚传。他怎么会亲自来迎客广场？难道真是为了那个叫林渊的少年？金丹大能，小竹峰峰主，好强大，好漂亮。他就是我的师尊。你就是小竹风令的持有者，可惜就要收下他了。弟子林渊，见过峰主。令牌为真，从今日起，你便是小竹峰的人，也是我冷离月的亲传弟子。随我来吧。亲传弟子，竟然是峰主亲传弟子！我的天，亲传弟子能常随峰主左右，据说能直接使用峰主的专属灵动，
还能得到风主1对1指导，待遇天差地别。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亲传弟子，这三者之间的差距如同云泥之别。但命也太好了吧！凭什么？林渊，这一切本该是我的，是你抢走了我的机缘，我绝不会放过你。这里便是小竹峰，往后便是你的修行之地。是，师父。环境安静，正好适合修炼。我接任小竹峰主之位后，也始终未曾遇到合心意的弟子。再过3个月，便是宗门大招，不出意外，我会从中挑选几名弟子收入门下。所以现在，你就是小竹峰的大弟子。什么？我是大弟子？师尊，弟子只是黄阶下品灵根，能在师尊门下潜心修行便足矣。大弟子之位，还请师尊另择贤能。我辈修士之所以修仙，求的便是一个进取。失去了向前的勇气，即便灵根再好，未来也难有大成就。修仙世界讲的不就是强者为尊，弱肉强食吗？何况我从未说过大弟子一定要有最顶尖的灵根和天赋。相反，我看你性格沉稳谦逊，又懂得进退，想来日后能够好好照顾师弟师妹，团结小竹峰一脉。原来如此。更何况林家祖上曾对我冷家有恩，当年我接任小竹峰主后，特意炼制了这枚小竹峰令，就是为了偿还这份恩情。小竹峰令最终落在你手上，这便是你我的缘分，也是天意。什么？师父和我祖上有关系？我冷离月收徒，从不在乎旁人眼光。既然选中了你，我便会竭尽所能培养你。往后这样推辞的话，我不希望再听到。没想到我资质平庸，他依旧愿意全力培养我，真是良师啊！弟子遵命，弟子定不辜负师尊厚望。从今往后，弟子定当勤勉修行，团结同门，守护小竹峰，绝不堕了师尊的威名。这里是一些你修行所需要的资源，以及太玄宗的功法，应该足够支撑你修炼一段时间。空着的竹楼，你随意居住。我平日里多在主峰洞府闭关修炼，你也可随时使用我的洞府，那里的灵气浓度是小竹峰最盛之地。修炼上有任何疑问，或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尽管来找我。我一人享有一座峰，爽啊！多谢师尊。太玄宗的入门功法，太玄清心诀再好，修炼资源再多，我这黄阶下品灵根终究是硬伤。光靠苦修，几十年后上仙也就筑基境。我可是小竹峰大弟子，将来可不能落了修行。看来还是得多多依靠系统才行。现在我如此多的资源，若是能让别人占了便宜，说不定能返还更珍贵的资源，甚至有可能获得改善灵根的天才地宝。对，就这样。小竹峰上除了师尊，没有其他人，根本找不到吃亏的机会啊。对了，外门弟子聚居地。亲传弟子的衣服也太过显眼了。你胡说，明明是你硬塞给我看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坏弹药。你给我的明明就是这枚下品聚气丹。你这小丫头片子，我给你的明明是枚中品聚气丹，晶莹剔透，灵气十足，怎么到你手里就变成垃圾下品丹了？就是，陈师兄在这外门摆摊卖中品聚气丹好几年了，向来公道，从来没有以次充好，良心着呢。你一个新来的小丫头，竟敢骗到他头上，还有没有良心了？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心思怎么这么脏？肯定是见陈师兄的中品丹好，就偷偷换了自己的下品丹。识相的，赶紧把中品聚气丹交出来，不然我们就把你扭送到执法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
我没有偷换丹药。走，去执法队。我不去，我没有。那你拿出证据来，你们说是不是？是啊，要有证据，不然谁信啊？证据是他。这群家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然后另有所图。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只能送去执法队了。住手！你他妈谁？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峰哥，你看清楚，他穿的是白色衣服，还绣着朱纹，这是小珠峰的亲传弟子。外门弟子陈峰见过师兄，不知师兄有何吩咐？你说真是这位师妹偷换了你的丹药？我没有。这是亲传弟子啊！亲传弟子来外门弟子这样的地方做甚？难道是帮着女娃的？一个小小外门弟子，竟然喊得动亲传弟子来帮忙？误会，都是误会，怪我眼神不好，搞错了，还请师妹莫怪，师兄莫怪。往日讹诈都很顺利，今天怎么碰到小珠峰的亲传弟子了？这丫头竟然有如此大的靠山，我完蛋了！给你。中品聚气丹，师兄，这……师兄，我真的没有偷换他的丹药，不能就这么给他。事情真相你自己心知肚明，仅此一次，下次如遇到你再如此欺负同门，我必然追究到底。师兄，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师兄，都怪我，让你白白损失一枚珍贵的中品聚气丹。我帮你要回来。你站住！我要的就是吃亏。丁检测到因对方恶意设局讹诈，宿主为维护同门，损失一枚中品聚气丹，触发80倍暴击返还，奖励完美聚气丹50枚。我操！完美聚气丹，丹药分下、中、上、极品，完美5个等别，越是品质好，单独就越少；越是品质低，长期服用对修炼不好。而完美的品质几乎没有单独，吃亏返还系统撑不起我。这世上怎么还有喜欢吃亏的人？一枚中品聚气丹可抵3个月修炼时间，师兄你……不是，我的意思是，吃亏就吃亏，咱不差这枚丹药。重要的是，咱们小竹峰见不得人受欺负。小竹峰今日只有1名亲传弟子，你是昨日和我们一起来太玄宗的那位师兄，我在非洲阁楼上看到过你。哦，我们一起来的，那还真是缘分。既然没事，咱们走吧。多谢师兄出手相助，今日之事若不是师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让师兄损失了1枚中品聚气丹，这份恩情我没齿难忘。举手之劳罢了，不必放在心上。师兄，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灵石购买中品聚气丹，请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还给您的。对了，你也来自大家族吧？虽然只是外门弟子，也不至于一点灵石都没有吧？外门修行不易，没有资源寸步难行啊。我祖父是筑基修士，受禁后家族就没落，家里凑了一些灵石和丹药，但族人需要修炼，就被我留在家里了。不过师兄你放心，我在太玄宗可以努力做任务，努力还你灵石。刚才送出1枚中品聚气丹，就换来50枚完美聚气丹。如果赠予更多资源，说不定能触发更高倍率的返还。你倒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我们都来自青州城，也算老乡，往后在宗门里也可以互帮互助。这些资源你拿着。什么？不行不行，林师兄万万不可！你已经帮了我天大的忙，还为我损失了1枚中品聚气丹，星瑶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能再拿你的东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哪来这么多废话？等你度过了这最艰难的阶段，修为提升了，手头宽裕了，再把资源还我，不就结了？林师兄，你真好，这份恩情，星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不用这么客气，都来自青州城，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往后在宗门里遇到什么麻烦，若是解决不了，也可以来小竹峰找我。师兄，我会还的，我一定会还的。1、2、3，系统奖励来！
东西都送出了，系统很快就返还奖励的，怎么那么久没反应？我不是吃亏了吗？难道送人还说要下星瑶归还，所以不满足返还条件？对，之前2次对方都存在主观恶意，属于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让自己吃了亏。原来如此，好在送的是夏星瑶，我倒不觉得可惜。林师兄，你是青州林家的林师兄？他谁？故意撞我做甚？师妹，你是？我是萧家的萧仙儿啊。小时候我们在青州城一起放过纸鸢，你忘了？我是前年来的太玄宗，刚听星瑶说在宗门遇到了你，还受了你的大恩，特意赶来看看，没想到真的遇到你了。萧仙儿，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扎着2条小辫子，总爱跟在我们后面跑的那个小姑娘。唉，真没想到你也加入了太玄宗，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真是缘分。是啊是啊，好些年没见，林师兄都成封主的亲传弟子了，真是厉害呢。难得遇到旧识，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好好聊一聊。吃东西能让你占什么便宜？这要不晚点再吃？我正想在这边买点符纸、低阶法器之类的小物件，你不如先陪我一起去看看可好？本就愁找不到理由去破费，他自己倒是主动装上门。好啊好啊，我对这边的铺子可熟了，保证帮林师兄挑到最好的。听说亲传弟子都有专属修炼洞府，还有封主亲自指导。我们外门弟子凑一颗中品聚气丹都要攒好久的灵石呢。小竹峰的资源确实还不错，师尊也很关照我。前面那家法器铺看起来不错，我们去看看。这位师兄想要点什么？小店有刚到的上品法器清风剑，锋利无比，适合炼气期修士使用。还有凝神玉佩，能辅助修炼，驱散心魔，都是好东西。师兄，此乃护心簪，中品法器，遭遇攻击时自动形成一层防护盾，对低阶修士来说算是不错的保命物件。掌柜的，把这枚护心簪拿给我看看。确实不错，好漂亮的玉簪，这护心簪听说能抵挡炼气8品以下修士的全力一击。上次做任务如果有它，我就不会被妖兽吓得腿软了。可惜太贵，我灵石不够。确实挺实用的。仙儿，你我既是老乡，又是旧识，难得在宗门相遇。这枚护心簪就当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真的吗？林师兄，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客气什么？不过是一枚中品法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在外门修行不易，有这护心簪也能多一层保障。多少灵石？300块下品灵石。林师兄，你真是太好了！以后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一定万死不辞。举手之劳罢了，不用这么见外。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好啊好啊，前面还有一家符箓铺，里面的烈火符可好用了，做任务的时候能派上大用场。林师兄，这上品烈火符威力可大了，能瞬间燃起熊熊烈火，对付低阶妖兽和敌人都特别管用。就是价格有点贵，一叠10张就要30块下品灵石。掌柜的，这叠烈火符我买了，拿着吧，做任务的时候能用得上。林师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有了你这些礼物，我以后做任务就安心多了。快出发返还！这女人占了这么大的便宜，总该有奖励了吧？1. 检测到宿主被恶意索取中品法器护心簪1枚，上品烈火符10张，对方存在刻意占便宜行为，触发80倍暴击返还。奖励筑基境极品防御法宝轩辕龙纹盾，极品引雷符100张。轩辕龙纹盾，极品引雷符。这轩辕龙纹盾可是筑基境极品防御法宝，筑基修士毕生积蓄都难以买到，更是可以抵挡筑基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引雷符是上品烈火符的100倍，可以移动9天惊雷，威能恐怖至极，足以击杀筑基境修士。这萧仙儿胃口大，功力心强，
简直是为我的系统量身定做的刷奖励工具人。以后得时不时喂他点东西，这样就能持续触发系统返还，说不定下次能刷到1000倍、10000倍奖励，甚至是改善灵根的至宝。真是个大肥羊，虽然他修行之途难有出路，我才不会做他道侣，但他现在喜欢我，愿意为我消费，正好趁他还风光，以后可以多薅他点好处。就这么定了，完美。林师兄，天色还不算太晚，前面街角有一家清明轩，里面的灵茶特别有名，能清心凝神，辅助修炼。不如我们去喝一杯，好好聊聊天。不了，仙儿师妹，师尊吩咐过让我勤加修炼，再不回去，怕是要误了修行。等日后有机会，我再陪师妹好好品茗畅谈。既然如此，那师兄便先回去修炼吧，修行要紧，我就不耽误师兄了。以后在宗门遇到什么事，或者想找人聊天了，都可以来外门找我，我随时都在。好。就这么走了？下次找什么借口索要什么资源呢？丹药、高阶功法，还是更珍贵的法器？极品符箓果真强大，比上品符箓强大了100倍不止。不愧是筑基境极品法宝。好，接下来该试试完美聚气丹了。痛快，就是大部分灵气都漏掉了，还是我资质太差的缘故。1枚不行，那就2枚；2枚不行就3枚。离炼气7品还差一丝丝，还剩下的丹药足以支撑我升为炼气大圆满。太玄清心诀比林家的家传功法精妙，但终究只是太玄宗入门功法。萧仙儿作为外门弟子，修炼的也是这门功法。若是能让他主动索要一门高阶功法，说不定能触发系统返还，给我换来更顶级的功法，那样我的修炼速度还能再上一层。赶紧的，将柴劈好，送我府上，我还要炼丹呢。师兄。林渊，你抢了我亲传弟子身份，我才在这外门受苦的。你夺走的，我迟早要拿回来。林渊回去好些天了，怎么还不来找我？难道把我忘了？他可是只难得的大肥羊，绝不能让他从我的手掌心逃走。可不能要夏星瑶那个小婢捷足先登了。这次的任务是猎杀10头黑风狼，难度适中。以我炼气4品修为，单独难以应对。我现在就邀请林渊组队，以他亲传弟子的身价，肯定看不上任务奖励。途中获得的什么宝贝，肯定会送给我。而且我可以趁机透露自己缺乏攻击手段，说不定能让他给我买一本高阶攻击术法。不愧是亲传弟子的修行之地。这灵气浓度比外门好上10倍不止，林渊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林师兄，正想去找他，没想到他按耐不住，找我来了，居心叵测。仙儿师妹，你怎么了？我在任务堂接了一个猎杀黑风狼的任务。听说黑风岭的风景不错，而且黑风狼的皮毛可以用来制作防御法器。可我一个人去又有点害怕，所以想来邀请师兄陪我一起去，就当是游山玩水了。这个嘛，我是他的傻大款，他自然不会害我。
再说遇到什么，我还有玄元龙纹盾和极品引雷符傍身。另外再看看能不能再刷点系统返还奖励。当然，任务奖励全部归师兄。我只是想借师兄的光，安全完成任务，多积累一些贡献值，好兑换一门高阶的攻击术法。原来搁这儿等我。我刚好也没做过宗门任务，正好借此机会去感受感受。林师兄、萧师姐，你们也要去做任务吗？星瑶师妹，是啊，仙儿师妹接了猎杀黑风狼的任务，邀请我一同去看看。我正好也想体验一下宗门任务。她来做什么？星瑶师妹也接了任务，真是太巧了。对啊，没想到能遇到师兄师姐，要不然我们一起同行，人多也更安全些。夏星瑶从炼器3品升到了4品，果然资质不错，升级就是快。好啊，人多确实更安全。黑风狼是群居妖兽，一起动手也能省些功夫。好可怕！我要是有高阶的术法，就不用害怕了。果然是在暗示我呢。我还想着引导他要，没想到他自己就开始了。林师兄，你是亲传弟子，肯定修炼了小竹风的核心术法吧？像那种能一击斩杀妖兽的高阶功法，一定特别厉害。我要是能有这样一门功法，也不用怕黑风狼了，做任务也能快些，早点攒够贡献点兑换。也罢，这次任务若是顺利，我帮你找一门合适的高阶攻击术法便是。真的吗？谢谢林师兄，师兄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师兄最疼我了。糟糕，林师兄性情温和，太过好说话，他是要占林师兄便宜啊！高阶攻击术法价值不菲，动辄数千灵石或数千贡献点，他太贪心了。而我能做点什么呢？不好，奇怪，这只是黑风岭外围，这些弟子起码炼器4品，怎么会？内门弟子起码炼器6品，也死了。黑风狼王，炼器6品巅峰，不对，他怎么会出现在外围？他一般都在深处，外围顶多是炼器3、4品的普通黑风狼。他出现在这里，还猎杀了外门弟子，肯定有异常。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赶紧退走。不好，他们围过来了！他虽然贪婪，但不至于坏头。逃不了了，迎战吧。可我是炼器4品，星瑶刚入炼器4品，而林师兄只是炼器3品，我们完了！黑风狼王死了！我的天，仅仅一击就灭杀了炼器6品的狼王。这符箓的品级绝对不低，定是筑基境的极品引雷符，只有2品级时才能汇聚的顶级符箓，威力竟然如此恐怖，还那么多。林渊这肥羊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富有。别愣着了，黑风狼王浑身是宝，赶紧收取了。师兄，这些是从死去同门身上找到的储物袋，都给你。我不缺资源，这些东西你和星瑶师妹分了吧。好嘞，谢谢林师兄。我就知道林师兄肯定不会要，可惜了，还要分一半给夏星瑶那个小白痴，真是烦死了。林师兄，还是给你吧，你拿着吧，这些本就是你应得的。况且你刚入宗门，比我们更需要资源。白痴行为，师兄要你拿着就拿着吧。好吧。师兄，这些同门暴尸荒野实在可怜，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埋了？同门一场，也算是尽点心意。理应如此。修仙真的好残酷，别以为加入太玄宗就能一劳永逸了。虽然明文禁止同门争抢，
但栽赃陷害、坑蒙拐骗的手段可不少见，你以后可得长点心思，别再像前些天被人诬陷。多谢师姐提醒。这个萧仙儿有点意思。说来奇怪，之前我跟着其他师兄师姐来此地，从来没见过炼气6品的狼王出现在外围。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将黑风狼王引到外围来的。故意引来的。我之前听说，有些人心术不正，不走正途，专门靠引妖兽击杀同门弟子，然后趁机搜刮同门的资源。可是还有一名内门弟子，他们也不怕宗门惩罚。靠！要不是我有引雷符，我们3个也该是躺在地上的。此事事关重大，也不是我们能轻易调查清楚的。待会儿去找外门长老禀明此事，自有他们负责。一头黑风狼王应该够你们任务所需了吧？如果够了，我们就先回去禀明这件事情。林渊，凭什么？凭什么林渊能成为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我就只能做个任人欺负的外门弟子？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小竹风令是我的，亲传弟子是我的，他身边美貌女子也该围着我转才对。你好大的胆子，区区一个外门弟子，既然直呼亲传弟子名讳，你还有没有尊卑之分了？我是谁？我是他堂哥，林家嫡子。就算你是林师兄堂哥又如何？在太玄宗的地界上，就得守太玄宗的规矩。林师兄小竹风亲传弟子身份，就算外门长老见了也得行礼。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现在若不行礼道歉，叫林师兄一声师兄，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外门长老反映，治你个大不敬之罪？我什么？跪下，道歉！一个堂哥身份，真把自己当成天王老子了？哼！见了真传弟子也敢直呼其名，一点尊卑都不懂。我就是青州城的，你们怕都不知道吧？这个林凡是林家入赘女婿的儿子，林师兄才是林家真正的嫡系，只不过出了变故，权力被林万山一家夺走，连本该属于林师兄的太玄令都被抢了。你看吧，这林凡才能进太玄宗当外门弟子。我操，还有这卦，难怪林师兄态度这么冷淡。换作是我，被亲戚这么欺负，也不会给好脸色。这林凡在青州城就欺负林师兄，如今跑到太玄宗还敢作威作福，当真是可恨。抢了人家的太玄令，占了人家的名额，现在还好意思对人家真传弟子大呼小叫，脸皮也太厚了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是林师兄福缘深厚，没了太玄令，反而被小珠峰峰主看中，成了真传弟子，这可比外门弟子强上千倍万倍，真是苍天有眼啊！从你父亲抢夺我太玄令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的亲情就彻底断了。如果他日我查出我父亲的死跟你们有关系，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好啊，原来你们还做过这种龌龊事情，抢了林师兄的东西，害了林师兄的父亲，你还有脸说自己是林师兄的堂哥？我呸！你太无耻了！赶紧下跪给林渊师兄道歉！赶紧跪叫林渊师兄，否则对，下跪道歉！道歉！还不跪？跪！我跪！林渊师兄，在下错了。真是个废物，以后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护士，还敢在林师兄面前撒野，滚吧！不必理会他，你们先去交任务，再去见外门长老，禀明黑风岭的事情。好。没想到杀掉黑风狼王，我们获得了3倍的奖励。林师兄，这些奖励你当真不要？是啊，林师兄，我们又怎么好意思？我不缺资源，修炼路上处处需要用到资源，你们比我更需要。我就知道是这样，看来该向他开口要高阶术法了。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多接任务赚取灵石，早日报答林师兄的恩情。诸位请坐，我是沈梦瑶，负责今日任务堂的值守事宜。说说具体情况吧。沈长老，事情就是这个。好，我这就安排执法堂的人前往黑风岭调查，同时暂停所有关于黑风狼的任务发布，以防再有弟子遇险。既如此，那就麻烦沈长老了。我等不便过多打扰，就先离开了。此事若查明属实，确实有人为因素，宗门自然会记得林真传和2位弟子的功劳，届时会有相应奖励。多谢沈长老。
今日若不是林渊师兄在，我们恐怕已经进了妖兽的肚子。没错，林师兄大恩，小女难以为报，我会更加努力报答师兄恩情。是啊，我得找一部高阶术法，将来也用不着每次叫上师兄。只可惜身上的灵石不够。真会转移话题。走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你们的功法，学来也好做防身之用。好啊，好啊，多谢林师兄。今天师兄已经帮了星瑶太多，实在是不能再让师兄破费了。这小碧池太烦人了，可这假清高，倒显得我太贪婪。对哦，今日已经接受了师兄许多帮助，仙儿不应该再奢求更多了。可别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贪婪的劲儿，不然我找谁稳定的刷返还奖励去？刚才多亏了仙儿师妹和星瑶师妹仗义直言，我才没吃亏，也出了一口恶气。今日说什么都要买点东西，全当是我报答你们。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谁让林凡一家人那么坏，做事如此卑劣？是啊，也就是我早早加入了太玄宗，不然被我知道这事情，肯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要是没成为真传弟子，不舍得为你花这些灵石，你愿意这般亲近我才怪。所以你们不必客气，你们也知道我灵根有限，将来未必有多少成就，不如利用现在自己的资源，投资一下仙儿师妹和星瑶师妹，他日你们成了金丹境，也能照拂师兄一二。师兄人这么好，待人真诚又大方，将来一定可以修成金丹的，切莫妄自菲薄。对，小竹峰峰主能看上师兄，将师兄收为真传弟子，自然是看中了师兄的潜力，师兄可不能小看自己。多谢两位师妹吉言，走吧。林师兄你真好。多谢师兄的引雷术，让师兄破费了2000下品灵石。小事一桩。另外，其实做任务终究只是小道，想要长久发展，还是要掌握一技之长才行。比如炼丹，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感觉开销太大了，师傅给的资源迟早要被我用尽，总不能每次都找师傅要资源吧？我得学会赚灵石，用来维持后续的高开销。炼丹，寻常弟子根本负担不起，不说丹方价值不菲，就说前期用来练习炼丹的药材，都不是一笔小数目。是啊，这前期投入没有几百灵石根本拿不下来，而且成为一品丹师不算太难，所以丹药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利润也不高。可猎杀妖兽风险大不说，收益也很一般啊。要是掌握了炼丹技术，即便只是一品丹师，收益也比猎杀妖兽要高。我可不想那么好的刷奖奖励哪天嗝屁了。师兄确实是好人，出手阔绰。要不是灵根太差，将来难有成就，不然我真想委身于他呢。师兄大恩，星瑶无以为报。日后师兄若有差遣，星瑶定当万死不辞。返还奖励呢？靠，不会又黄了吧？检测到宿主对战便宜，引雷术，炼丹基础，居其丹方，丹炉，居其丹药材若干，触发300倍返还。奖励五雷正法，2品完美炼丹术，炼器与筑基境丹方若干，极品丹炉，对应药材若干。来了，终于来了！不必如此见外，同门之间相互扶持本就应当。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整吧。炼丹初期耗费心神，须得养足精神才行。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师兄了。师兄保重，星瑶告辞。哼，星瑶告辞，真是鄙视虚伪，得了便宜还卖乖。此次奖励还真是丰厚，筑基境的顶级雷法，是我已知的最顶级的筑基境攻击手段，还有2品完美炼丹术。天啊！这些术法和丹术，我不需要领悟，则是直接灌输给了我。现在光是筑基境药材就有好几百份，足以支撑我后续的计划了。完美炼丹术，应该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我资质不行，难以筑基，可单凭借炼制的完美筑基丹，1颗不够就10颗100颗，颗丹都能把修为磕上去。我现在就开始炼丹。
也太难了，这几颗丹药连炼制的药材成本都覆盖不了，难怪说炼丹前期损耗极大，没有足够的资源根本耗不起。本想报答师兄，可现在我入门都很难。林渊，我早晚要弄死你！还有萧仙儿和夏星瑶那两个贱人，竟然敢当众羞辱我！一定要让你们好看！可是，如今他是小竹峰亲传弟子，而我炼气4品，对上萧仙儿和夏星瑶，都未必能打赢。直接动手不行，那就弄臭他们的名声。收获不小啊，不过完美丹药太过珍贵，贸然售卖只会惹祸上身。哪怕我有师尊庇护，但也要小心使得万年船。所以我只炼制了上品和极品，且上品占90%，这些足以覆盖炼丹成本，且大赚一笔了。你们聊什么呢？告诉一个大瓜给你们。听说了吗？小竹峰那位新收的真传弟子，竟然包养了2个，就是萧仙儿和夏星瑶吧？难怪他们最近突然发达了。萧仙儿还特意炫耀过中品护心簪呢。还有刚才过去的夏星瑶，刚入宗门没几天就开始炼丹，哪儿来的资源？肯定是用身体换的。什么？哟，这不是我们的夏大美女吗？怎么又去跟那位真传师兄联络感情啊？就是啊，为了点资源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真够不要脸的。我们青州城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们胡说，我没有，那些资源是林师兄赠予的。只因为之前任务堂的事情，师兄感谢我们仗义直言，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赠予？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真传弟子凭什么平白无故给你这么多好处？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说白了就是用身体换，真让人恶心。你们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们私下妄议真传弟子，败坏真传弟子的名声，是想被宗门处罚吗？星瑶师妹，你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咱们待会儿就去小竹峰找林师兄。我们只是随口说说，你别小题大做。随口说说就能败坏别人名声，今天这事没完。谢谢仙儿师姐，幸好你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肯定是林凡，我们在任务堂帮林渊师兄，他怀恨在心，真是个垃圾。那我们能为林师兄做点什么？我倒是有办法。什么情况？算了，领点任务去。不好意思，这任务暂时发放完了，你重新选一个吧。这个任务呢？不好意思，也满了。好，你们一个个都好样的，都想去当林渊的狗，碰着真传弟子的臭脚是吧？林渊就是不想我好过，就是故意针对我，你们全是助纣为虐的王八蛋！笑话，你算老几？你也配让林师兄针对你？一个真传弟子要是真想要针对你，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早就卷铺盖滚出太玄宗了。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当真传？不过是个黄阶下品的废物灵根，这辈子连筑基都没希望。我可是黄阶上品灵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迟早能入内门成真传，到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黄阶上品外门一抓一大把。说句不客气的，要是黄阶上品真能有前途，你也不会至今还在外门当个苦哈哈了，还入内门当真传。没有玄阶灵根，你也配当真传？就是一个黄阶上品，搞得好像是什么天纵奇才一样，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家伙怕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吧？还林真传针对他？哼，真要是林真传动手，他早凉了。真以为世界都绕着他转，太可笑了，太无耻了！你任务评价也全是差。你这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克扣我的奖励？你不要血口喷人，奖励多少是根据任务完成的好坏来评定的。你上次劈柴有专门的师兄验收评价，你自己看看，评价是差。你自己干活敷衍了事，还好意思说我克扣奖励？你们无耻啊！近日外门关于林凡和林渊真传的流言蜚语闹得厉害，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带林凡入门，你可知晓他的来历和太玄令的渊源？回长老，确有此事。不过弟子也是事后才知晓，林凡抢夺林渊真传太玄令的内情，乃林家全族逼迫林真传将太玄令交出。太玄令发放对象，林家内部确实有权更换使用者，不论是灵根资质还是当时身份地位。不过事情当时马上就有了反转，林真传反手就掏出了小竹风令。然林家人还想争夺，弟子当即护住了林真传，第一时间将他带了回来，绝没有半点偏袒林家的意思。小竹风令是冷风主亲自发放的，必然是针对特定人选。你若是敢擅自帮林家换了人，只怕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弟子自然不干这种糊涂事的。只是长老，那林凡如今在外门惹是生非，不仅抢夺他人机缘，还散布污秽之言，侮辱真传弟子，败坏宗门风气，这具体该怎么处？这种败坏宗门风气的老鼠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直接按宗门规矩处置。是，长老。现在的我简直强得可怕。哼，林凡，等我忙完再下山找你算账。现在我继续炼丹。妈的，加入太玄宗现在越混越差，以后我还怎么回家见祖母和爹？都怪林渊这个杂碎。林渊，我一定要你死！林凡，你的事发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是林渊让你们来的吧？早知如此，当初在青州城我就该弄死他。还有你，收了我家的灵石，默认我们抢夺太玄令。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这事情捅到宗门高层，让你也吃不了兜着走。好冥顽不灵！林真传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针对你的行为，即便你们一家抢夺他的机缘，他也只是以德报怨。可你呢？处处针对林真传，还败坏他名声。不是他叫你们来的。太玄令具体给谁使用，是你们林家内部商议的结果。我只是按规矩带人入门，何来默认抢夺之说？你胡说！你分明知道太玄令本该是林渊的，你就是收了我家的好处，故意包庇我们。够了！据我所知，林真传父亲的死恐怕跟林凡他们一家脱不开关系。在将他逐出宗门之前，还请诸位仔细调查一番，不要错过什么关键线索。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跟林渊父亲的死没有任何关系。900颗上品聚气丹以及90颗极品聚气丹，本来凭借2品完美炼丹术，我可以炼制出完美丹药的。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目前的已经足够了。现在我就去找师尊。弟子林渊拜见师尊。你找为师有何事？不对，这才短短数日，他竟然从炼气3品突破到了炼气6品，如此提升速度，绝非黄阶下品灵根能做到的。我这弟子只怕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回师尊，弟子暂时没有修行上的困惑。弟子今日前来是有一些事情想要向师尊禀告。何事？现在坦白，为后面疯狂修炼铺铺路。回师尊，弟子早年曾有奇遇，偶然获得一位丹师传承，只是先前在林家处境堪忧，一直不敢表露分毫。如今加入太玄宗，有师尊庇佑，弟子便尝试学习传承中的炼丹之法，发现自己竟有炼丹方面的天赋。这些日子，弟子炼制出了不少丹药，只是担心贸然在外售卖会引来麻烦，所以特来请示师尊。你倒是个福缘深厚之人。说来，为师还未曾问过你家中的情况。听你这么一说，你在林家的处境似乎并不好，不如跟为师详细说说。这只是一些家事，弟子怕打扰了师尊修行的兴致。你是我的弟子，你的事情便是为师的事情，有何打扰一说。
素素说来。好啊，好一个狼心狗肺的赘婿，竟敢如此欺辱我的弟子，当真是尊卑不分，胆大包天！你之前没有暴露传承的秘密，否则必然会招祸。不过如今你放心，有为师在，自会庇佑你周全。林家欠你的账，你大可以放心去讨要。若是有人敢阻拦，为师为你撑腰。多谢师尊。至于你说的丹药，竟让你如此担忧会引来麻烦，想来品级不低吧？看来师尊是真心把我当徒弟，让我很是感动。那我就能直接说了。师尊慧眼如炬，这些丹药的品级确实不低，还请师尊过目。品质居然这么高，这些应该是你挑选出来的上品和极品吧？下品和中品丹药炼出了多少？回师尊，弟子此次炼制1000份聚气丹药材，一共出丹1000颗，其中上品聚气丹900颗，极品聚气丹90颗，并没有下品和中品丹药。什么？没有下品和中品，全是上品和极品？天啊！我这弟子这是什么神仙炼丹天赋？我到底收了个什么样的妖孽弟子？既然一共成丹1000颗，可上品和极品加起来也才990颗，另外10颗，难道？回师尊，另外10颗乃是完美品质的聚气丹，弟子这些日子修为提升如此之快，正是因为服用了完美聚气丹的缘故。完美聚气丹？师尊，弟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不错，这也是你的天大造化。为师也明白你的顾虑，不过为师可以向你承诺，只要你一日为我弟子，为师便会护你一日；你一世为我弟子，为师便会护你一世。师尊，弟子多谢师尊。弟子也只打算对外售卖上品和极品聚气丹，毕竟弟子灵根资质有限，偶尔能炼制出的完美聚气丹也只够供给自己修炼所用，暂时没有售卖的打算。你能有这样的想法，很是稳妥。自身实力才是立足修仙界的根本。对了，你目前的炼丹术达到极品境界了。弟子所获得的传承源自一位2品炼丹师，不过弟子也是最近才开始钻研炼丹之术，目前也就只能炼制聚气丹。若是尝试炼制高阶丹药，就未必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丹药品级越高，炼制难度越高。你能把1品丹药炼到这种程度，已经极为难得。既然你有这样的炼丹天赋，就好好钻研下去。丹药足够弥补你灵根上的一部分劣势，日后修炼或炼丹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另外，你若是需要更系统的学习炼丹之术，丹顶峰峰主与我同出一脉，关系素来不错，我也可以帮你提一提，让你过去旁听学习，多借鉴一下丹顶峰的炼丹心得。多谢师尊，那没有其他事，弟子就先告退了。向师尊坦白后，后续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眼下我得将丹药卖出去，早点回陆灵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吊高萧仙儿的胃口，让他主动向我索要更多、更珍贵的东西。另外，为了更好的返利，仅仅满足萧仙儿的物质需求还不够，我也得适当投资下星瑶，正好可以用来刺激萧仙儿。萧仙儿就不敢太过懈怠，也不敢一直摆着女神架子，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见过沈长老。林真传不用多礼，你不在小竹峰专心修炼，怎么跑到外门药铺来了？是修炼需要什么丹药吗？回沈长老，我不是来买丹药的，我略懂一点炼丹之道。之前师尊给了我不少药材，我就顺手炼成了丹药。今天来是想把这些丹药卖掉，换点灵石当日常修炼的开销，也免得总向师尊要，给他添麻烦。原来如此，林真传倒是有心了。对了，正好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哦，不知沈长老何事？林凡的事，外门已经在处理了。林凡？怎么了？他之前散播的谣言，外门这边会尽快压下去。谣言？什么谣言？我怎么不知道？不过，在把他赶出宗门之前，执法堂还要审问他一番，看看他跟你父亲的死有没有关系。啊，这就被赶下山了？什么情况？恐怕审不出什么结果。
林凡不算笨，就算真的跟这事有关，也绝对不会承认的。不过长老说的谣言，具体是说什么？事情还要从那天说起。竟然有这种事啊！这真是连累两位师妹平白无故受了委屈，麻烦长老一定要帮我们澄清一下，我跟两位师妹之间清清白白，一点出格的事都没有。这是当然，别说你们本来就没什么，就算真的互相有好感，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是用权势逼迫别人，宗门从来不会干涉弟子之间的正常交往。那就多谢沈长老了。去吧，我不耽误你办正事了。如果真能审出来，那便更好。如果审不出来，待到我修炼有成，必定回到林家找林冠山和三姑婆问罪。到时我用1000种办法，就不信撬不开他们的嘴。李执事说，他刚入门只有炼气3品，短短几日就升为了炼气6品巅峰。可他只是黄阶下品灵根，真是有点不寻常。见过师兄，这聚气丹按品质分等级，价格也不一样。不知道师兄想买什么品质的聚气丹？我不买，我来卖的。上品丹药，还有极品丹药，数目如此之多。一共有900颗上品聚气丹，40颗极品聚气丹。你帮我算算，一共能卖多少灵石？上品聚气丹10灵石1颗，900颗就是9000灵石；极品聚气丹30灵石1颗，40颗就是1200灵石，加起来一共是10200灵石。行，就按这个价来。此子竟然炼出了如此多的上品丹和极品丹，我年幼时伤了根基，这辈子结丹无望。我一直在寻找修复根基的丹药，至少要极品丹药，连丹顶峰都难以炼制出我想要的品质，他竟然可以。林真传，冒昧问一句，你是否能稳定炼制出上品和极品聚气丹？差不多。林真传，不知可否移步到我住处详谈？自然可以。沈长老带路吧。丹顶峰那么多厉害的炼丹师，难道就没人能炼制出极品生生造化丹吗？能炼制的人确实有，只是生生造化丹的炼制难度极大，平时的需求又不算多，一般上品就足够应付大部分情况了。可我的伤势特殊，必须得是极品才行。沈长老，不是我推脱，我如今只是1品丹师，就算将来晋升成2品丹师，能不能炼制出极品生生造化丹也不好说。这一点我自然清楚，只是如果你将来有能力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什么代价都可以。这沈长老容貌出众，气质妩媚，是个难得的尤物。换做任何一个男人，听到这话，恐怕都会忍不住多想。那康康荔枝？什么？这位林真传刚才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好啊，原来他是这样的人，难怪会与那2位外门女弟子纠缠不清。既然沈长老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再推脱了。等我晋升2品丹师，肯定帮你试试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不过这事儿难度太大，最后能不能成，我也说不准，还请您多担待。那就多谢林真传了。要是真能炼出来，你又不嫌弃我的话，有些事情也不是不行。啊，我刚才随口一说，他还真听进去了。可惜了，他其他方面已经足够优秀，但灵根太差。要是他能成功结丹，就算做道侣也没什么。要是他这辈子最多只能到筑基期，跟他好一场，就当是了结这段因果，换个结丹的机会。好，之后我会专心提升炼丹术，要是有需要，肯定跟沈长老说。林师兄，不好，林师兄怎么主动找他？难道夏星瑶这小碧池在他心里会更有分量？不行。林师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过来看看你们炼丹炼得怎么样了。我这段时间也研究了下炼丹，炼了些丹药，特意送点给你们。林师兄已经帮我很多了，不用再送我丹药了。这些丹药你不如拿去卖掉，补贴自己修炼用。这小碧池就会装清高，整天把好处往外推，显得就你懂事是吧？是啊，林师兄，你修炼也需要资源的。这段时间我炼了不少丹药，已经卖掉一部分了，赚了不少灵石。这些丹药相当于白得的，而且这些丹药品质还不错，留给你们修炼正好，平时你们想买都买不到。难道是上品丹药？师兄，你炼丹天赋也太厉害了吧！
是啊是啊，我们俩研究了好几天，现在才能勉强炼出下品丹药，到现在都没炼出一颗中品的。林师兄刚接触炼丹没多久，就能炼出上品丹药，也太厉害了吧！上品丹药我已经全卖掉了，特意留了些极品聚气丹给你们辅助修炼用。得把萧仙儿胃口喂大一点。极品聚气丹？不，我不能要。极品丹药价值太高了，多少外门弟子挤破脑袋想晋升内部，为的就是接触这些修炼资源。师兄，你留着自己用吧，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丹药。星瑶师妹说的对，师兄修炼也需要大量资源，极品丹药给我们用太浪费了。这是师兄辛苦炼制出来的，自然是师兄自己用最好，不能因为我们耽误了师兄的修行。不要，可你眼底藏不住的渴望，我可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我就爱死你这副口是心非的样子，你们得要，必须要，不要我怎么刷返还奖励？修炼用的早就留够了，你们不会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存货吧？所以你们尽管放心收下。这怎么能行啊？真的给我了？如此轻易？他是傻子吗？他对我也太好了。不，萧仙儿，你要冷静点。林师兄再好，也不是你的良配。萧仙儿，你去把剑子给我捡回来。好的，大姐。大姐，你莫不是忘了你的身份？你只是旁支。是，大小姐。赏你了，滚下去吧。是。别忘了，你为了加入太玄宗付出了多少代价。你必须爬得更高，让那些曾经欺辱你的人都付出代价。金丹，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结成金丹。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好好修炼，不用想太多。那就多谢林师兄啦。师兄，你收我当侍女吧。你说什么？你要当了侍女，那我该作何打算？师兄帮了我太多太多，星瑶无以为报，愿意一辈子陪侍在师兄左右，为师兄打理琐事。你别这样，我不是要谢恩图报，帮你们只是因为大家投缘。如果不是师兄，星瑶这辈子恐怕没机会摸到极品丹药，更别说拥有了。只求师兄不要嫌弃，让我留在身边伺候你。怎么办？这小碧池这就沦陷了，那以后我还能薅到资源吗？那我也……此事不要再提了。星瑶，你的灵根比我好，如果不是我走了狗屎运拜入小竹峰，也轮不到我来帮你。你的未来应该是广阔的修仙大道，而不是局限在我这方寸之地。侍女不行，但我有个折中的主意，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加入小竹峰，成为小竹峰的外门弟子，既不会影响你帮我打理琐事，也不会影响你的声誉，你看如何？这倒是不错。可是师兄，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留在你身边伺候你。听话，成为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一样能帮我很多忙，还不用担心里外的流言蜚语。侍女的身份太敏感，很容易被人想歪。师兄不希望你因为这事受委屈，明白吗？那好吧，多谢师兄为我考虑。仙儿师妹怎么想？要不要一起加入小竹峰当外门弟子？比起普通外门弟子，各方面待遇都好得多。仙儿也愿意留在师兄身边，做师兄的侍女，为师兄打理琐事。对味儿了，我要的就是这样虚情假意的。侍女的事情就别再提了，我只问你，愿不愿意来小竹峰当外门弟子？师兄既然不愿意收我当侍女，那外门弟子也行，全凭师兄做主了。检测到宿主损失20颗极品聚气丹，触发万倍暴击返还，奖励吞天引气诀。此功法可大幅提升灵气吸收速度，完美炼化丹药，更能提升灵根，提升灵根品质，还可开辟特殊丹田，使丹田容量达到同境界修士的10倍。我操！没事，万倍暴击，吞天引气诀，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完美解决了我灵根差的问题。不仅如此，还能提升灵根品质，扩大丹田容量，这波血赚！她真是我的宝藏女孩，以后可得多投喂她才行。你们等我消息，我先回峰。师兄，我会等你的。他对我们俩这样好，又不图我们身子，他到底图的什么呢？
有了这20颗极品聚气丹，我的修为定会再上一层楼。小姐，您怎么来了？这段时间修行还顺利吗？小仙儿，你最近可是最近的风云人物啊！听说你傍上了一位真传弟子，得了不少好东西。小姐，都是谣言，真是谣言吗？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有了好东西，不知道主动给我送过来，还得让我亲自跑一趟找你要。糟糕，我的事连他都知道了，这下该怎么办？我好不容易遇到可以提升自己修为的机缘，现在真的要交出去了。可我现在的修为完全摆脱不了萧蝶儿，更摆脱不了他背后的萧家。小姐说笑了，我怎么敢忘记您的恩德呢？如果不是您，我早就被送去联姻了，哪有机会来太玄宗？主要是还没到约定上交灵石的日子，我想凑够了再一起给您送过去。哼，希望你说的是实话，拿来吧。这点你打发要饭的呢，忘记怎么拿到太玄令的了吗？小姐，我每天都在拼命做宗门任务，自己从来没舍得买过一颗丹药，绝对没有藏私，不然我也不会进宗门好几年，至今才炼气4品的修为。怎么，你这是在怪我？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太玄令，你个旁支剑种也能进太玄宗？看来是我平时太仁慈了，反倒让你觉得我好欺负。果然是个贱人，有这么好的法宝，竟然还敢瞒着我！赶紧把这法宝交出来！这是林真传给我的，如果贸然交给小姐，只怕会惹林真传不高兴。哼，别以为搬出一个真传弟子就能让我有所顾忌，你真以为真传弟子会看得上你这样的贱种？他只是玩玩你罢了。不是这样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可是炼气7品，趁我现在还没彻底生气，老老实实的把法宝交出来，不然我就修书一封寄回萧家，让我那些手下好好照顾一下你那个宝贝妹妹，你觉得怎么样？你给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我随时都能让你滚出太玄宗，别自寻死路。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一并交出来。那20枚极品聚气丹是我提升修为的希望，是我摆脱困境的依仗，我绝不能交出去。真的没有了，小姐。我跟林师兄才认识没几天，根本没拿到什么其他东西。以后要是有了好东西，我一定第一时间就给您送过去。你这贱人，还想跟我耍花样？把你的储物袋交出来，有没有好东西？我自己看了就知道。贱人，你找死！好你个贱人，竟然藏着极品聚气丹不交给我，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这次就先让你长点记性，以后再有好东西，必须第一时间交给我，否则我打死你。是，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吞天引气诀果真厉害，不仅可以迅速且全部炼化丹药之力，还把丹田给我扩张了1倍，意味着我实战的时候比同境界修士实战灵力更持久。小希儿真是个好瓜，得尽快把他俩加入小竹峰的事情落实好，免得在外面出什么意外。此事可行。小竹峰刚建立不久，人手确实紧缺，招些外门弟子过来，
过来打理杂物，也能省些心力，免得耽误了你的休息。以后这类关乎封内琐事的事情，你自行决断便可，不用再特意来问我。这本就是你真传大弟子的职责范围。多谢师尊。你突破到炼气7品了？是，弟子刚刚突破不久。可惜我已是金丹境，聚气丹对我无效。此子凭借炼丹术和丹药，竟能短时间达到如此高度，也是一番机缘。那你先退下，若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为师。是，师尊。我现在就下山接他俩上小竹峰。林师兄，不好了！仙儿师姐被人打成了重伤，现在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快带我去看看！谁动了我的返魂宝宝？这简直就是绝他的根基，断他的刷奖励之路啊！仙儿师姐，林师兄来看你了。不要进来！谁干的？我不能说。仙儿师姐，你快说啊！林师兄在这儿，你怕什么？我知道你有苦衷，但我已经向师尊禀明，你和星瑶已经是我小珠峰弟子。如果小珠峰不闻不问，岂不是觉得我小珠峰软弱可欺？对不起，林师兄，对不起。事情是这样，你找死！没想到萧仙儿、夏星瑶，我们的命运是如此雷同。萧仙儿为了得到太玄令出人头地，竟然不惜如此隐忍自己。现在家人都在萧家，所以他不能。难怪你资质不错，却一直停留在炼气4品，原来是被他无情压榨。你不屈从，你家人都在他手里。原来是这样，这萧家也太过分了，简直欺人太甚。仙儿师姐，你也太不容易了。不过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敢动小珠峰的人，没有轻易接过的道理。至于你亲人的安全，你不用担心，我会请外门长老帮忙，先把他们从萧家接出来，安置好。真的可以吗？当然。星瑶，你现在就去外门找沈梦瑶长老，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说我请他帮忙去萧家一趟，把仙儿的母亲和妹妹接出来，动作快点，避免消息泄露，对他们母女俩不利。好，我这就去。师兄，你要干什么？好在生生造化丹只是疗伤之宝，药材师尊给我的资源里不缺。此乃生生造化丹，上品品质，疗伤所用。虽然不能立马治好你的伤，但是能够完全稳住你的根基。林师兄，对不起，我一开始接近你，目的就不单纯，我只是想利用你，想让你帮我。这些话先别说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说。现在你的伤势稍微稳定了一些，我先带你去讨回公道。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之前好，现在我感觉他资质差又如何？不能结丹又如何？好歹我黄阶上品灵根，总有一线结丹希望。修仙界不是有什么双修法？到时反过来帮林师兄提升修为，大家一起结丹也不是不可能。有了这些极品聚气丹，我今年说不定就能突破到炼气8品，运气好点甚至能冲到炼气9品。到时候参加内门考核并通过，就能成为了内门弟子，获得更多资源。萧仙儿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竟敢偷偷瞒我！哼，只要我萧蝶儿在，他这辈子休想出人头地。师姐，不好了，萧仙儿那个贱人带着一名真传弟子来找你麻烦了。好啊，这个贱人，一条狗也敢反过来咬主人，看来是我下手太轻，没打死你。没想到萧蝶儿下手这么狠，你看把萧仙儿打成什么样了。我就说萧仙儿和我同一批的，我都炼气6品了，他还是4品，原来是上交了资源。这宗门就不管管？人家姐妹俩在家族里是嫡系和旁支的关系，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宗门不好管。萧蝶儿，你就这样对待同门的？见过林师兄，此事另有隐情，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好啊，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隐情。师兄，他是靠我进入太玄宗，供养我修炼，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那你说说，你们当初约定，他每月需要上交多少灵石？回禀林师兄，每月80枚下品灵石。天啊，80枚！是啊，我拼死拼活做任务，一个也就赚50枚灵石，就算不修炼，最多也就60、70枚。这萧蝶儿故意的吧？难怪萧仙儿修为一直上不去。既然约定的是每月上交80枚灵石，那是不是说
只要他按时按量缴够，就算完成约定。除此之外，他自己赚取的其他收入就属于他的合理所得，不用再交给你。自然是这样。好，那我问你，这一次你从他那里抢了多少东西？这些东西又价值多少灵石？糟糕，落入他言语的圈套里了。这怎么能叫抢呢？我只是恨他不争气，不履行约定，所以小小惩戒了他一番。那些东西只是暂时替他保管罢了。暂时保管？怎么不敢说？那我替你说，就说你现在头上插着的这只中品护心簪，价值300下品灵石，还有你从他那里拿走的8张上品烈火符，每张价值3灵石，合计24下品灵石。这护心簪、烈火符再加上极品聚气丹，总计价值1000多枚下品灵石。你说抢就抢，还把人打成重伤，这就是你口中的小小惩戒。我的天！中品护心簪和上品烈火符就已经够震撼了，竟然还有20颗极品聚气丹，这东西我只听说过，见都没见过啊！极品聚气丹啊！丹顶峰就算练出来，也都是优先供给一些有天赋有地位的弟子，外门弟子连闻都闻不到。萧仙儿竟然有20颗，1000多枚灵石，这差不多是我2年多拼死做任务的总收入了。萧姐儿也太狠了吧！这哪里是惩戒，分明是抢劫！之前还觉得她有点理，现在看来就是个贪得无厌的恶女，太过分了。她不过就是我萧家养的一条狗，没有我萧家，她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她的一切都是我萧家给的，我拿她点东西怎么了？何来抢夺一说？你好大的胆子！萧仙儿在萧家的身份或许不如你，但同门弟子之间皆是平等。萧仙儿如今已是我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你这般言语羞辱他，岂不是将我小竹峰、将我师尊置于何地？你胡说！你不能因为你是真传弟子，就这么颠倒黑白污蔑我。萧仙儿本就是我的侍女，我管教她有何不可？我知道了，你就是想报复我。你连极品聚气丹这种珍贵的东西都送给这个贱人，你们之间肯定有私情。你是因为私情才故意来找我麻烦的。我本不欲过多解释，毕竟关于之前的谣言，外门早已出面澄清过。但你这般信口雌黄、恶意污蔑，我若再不辩解，倒显得是我默认了。萧蝶儿，我只问你一句，你凭什么认定那些极品聚气丹是我送给仙儿师妹的？我凭什么不能这么认为？除了你，他还能从哪里弄到这么多极品聚气丹？你一个真传弟子，竟然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丹顶峰收购极品聚气丹的价格是30枚灵石1颗，但如果拿到外面的坊市售卖，价格会更高。20颗极品聚气丹，保守估计也能卖到700枚灵石，比直接卖给丹顶峰足足多赚100枚灵石。我亲自售卖，难免耽误修行进度，所以我要仙儿师妹代我售卖这些极品聚气丹。我只收回600枚灵石，至于他能卖出多少，多赚的部分全归他所有，算是他的劳动所得。原来如此，合着他一直帮你这正派办事。我却没想到，互利互惠、帮助同门的行为，在你眼里竟然成了这等肮杂不堪的私情。萧仙儿，这些极品聚气丹根本就是他送给你的，你就是个贱人，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攀上了真传弟子这颗高枝。你最好给我说实话，否则……怎么，在太玄宗的地界上，你还敢公然威胁同门？这一切都是你空口白牙说的，根本没有证据。我相信仙儿师妹还有良知，不会昧着良心污蔑我。你说是吧，萧仙儿？萧仙儿，你不用怕他。真是想不到，我太玄宗外门弟子的素质已经低劣到了这种地步。你也不用在这里白费力气威胁他了。太玄宗已经派人去萧家，把他的母亲和妹妹接出来了。什么？你们怎么敢？你萧家在世俗界或许有点分量，但在我太玄宗面前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太玄宗说怎么敢？我反倒要问问你怎么敢的！无论萧仙儿之前在萧家是什么身份，只要入了我太玄宗的门，他就是我太玄宗的弟子。任何人敢针对我太玄宗的弟子，我沈梦瑶都不会轻易饶过。我管教我的奴婢，你们凭什么管？不修德行，不敬同门，恃强凌弱，威胁同门亲属，此等害群之马，留之无用，逐出太玄宗。另外，
萧家的太玄令配额尽数断绝。不能这样，我错了，林金传，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萧家不能没有太玄令啊！仙儿，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倒是识货，这才多久功夫，就偷偷用了我的极品聚气丹？我赔，我马上赔！只求林真传饶我一命。我也不占你便宜，一颗极品聚气丹作价30灵石，至于其他东西，就当是赔偿仙儿师妹了。她被你打成重伤，奄奄一息，若非我用了一枚生生造化丹救她，只怕她早已香消玉殒。同门之间，当互助友爱，守望互助，而非恃强凌弱，肆意针对。往后外门若再发生此类事情，定当严惩不饶。这次多谢沈长老出手相助，这是我的分内之事，倒是我疏忽了。外门居然发生如此恶劣之事，林真传放心，往后我定会加强外门管理，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母亲和妹妹，我已经让人暂时接到青州沈家照护了。晚点你若有其他安排，直接派人知会我一声即可。多谢沈长老，大恩大德，仙儿没齿难忘。仙儿师姐，太好了！这下你再也不用受萧蝶儿的欺负了，以后就能安心修炼了。走吧，先去收拾你们的行李，跟我回小珠峰。前面一排，你们自行挑选。我现在去见师尊。弟子林渊给师尊添麻烦了。你不过是做了真传弟子该做的事情，何来麻烦之说？不过你灵根寻常，想要在修仙路上走得长远，须得专心修炼，不可过分沉迷女色。师尊明鉴，弟子与2位师妹之间清清白白，绝无半分逾矩之事。这是你的私事，为师不会干预，你自己把握好分寸即可。请进。林师兄，今日之事，多谢你为我出头，还为我安排好家人。不必客气，说来这件事也与我有几分关系，帮你也是应该的。这2日我会炼制一些极品聚气丹，晚点你拿去外门卖掉，做个样子就行。是，师兄，我倒是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只是不能连累师兄的名声。师兄，往后我每日过来帮你收拾房间、洗洗衣物吧，也好为你分担一点琐事，让你能专心修炼。师兄，不如我来侍候你吧。平日里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吩咐我去办，绝不会耽误你的修炼时间。你们是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不是我的侍女，大可不必如此。往后你们好生修炼便是。目前小竹峰虽还没有什么产业，但胜在人少清静，我会多炼制一些丹药，你们拿去外门售卖，售卖所得的利润足够支撑你们的修炼所需了。师兄大恩大德，星瑶没齿难忘，只求师兄给星瑶一个机会。星瑶只想为师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好报答师兄的照拂之恩。仙儿也是同样的想法，还望师兄成全。罢了，既然你们心意已决，那便帮我打扫一下房间吧。这也不是什么繁重的差事，想来也耽误不了你们多少修炼时间。多谢师兄。上次完成系统任务后，返还了不少炼气境和筑基境的药材。先把这批炼气境丹药卖掉，让夏星瑶和萧仙儿拿着卖丹药的钱，再帮自己采购1000份聚气丹的炼制材料回来。现在我赶紧炼丹。一炉丹药竟然足足出了几十颗，这几十颗丹药里竟然没有一颗下品或中品，全都是上品和极品。这样的炼丹水准也太厉害了。这些丹药你们拿去外门卖掉，卖之前可以先打听一下收购价，在此基础上溢价一点售卖就行，赚的部分归你们。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买1000份聚气丹的炼制材料。不，师兄，这些丹药都是你辛苦炼制的，售卖所得理应全归师兄所有，我们只是帮忙跑个腿而已，怎么能要好处呢？对，帮忙卖个丹药而已，根本不耽误时间，而且这些丹药很畅销，摆出来很快就能被抢购一空。靠！
不妙啊！下星瑶感恩就算了，萧仙儿如果也这样，那我的返还宝宝岂不是就没了？若是你们执意不要，那以后我可不敢再让你们帮我做事了。那好吧，多谢师兄。每天的修炼可不能落下。我现在炼气7品，在新人弟子中来说不算低，但在天才辈出的太玄宗依旧算不得什么。马上就是炼气境大圆满了。师兄，您的丹药掉了。不是我的，是你的。是师兄的，从你袖子里掉出来的。好的，多谢。太玄宗大多数弟子心性坚韧，懂得感恩，别说送丹药送零食了，连故意掉丹药都不行。看来我还是运气太好了，刚进宗门就遇到了萧仙儿这种奇葩，让我赚了个盆满钵满。萧仙儿当初的贪心是受她自身的处境所迫，并非天生本性恶意。看来要失去返还宝宝了，接下来就等到大圆满便开始筑基了。筑基我的概率并不大，要着手炼制筑基丹了。林渊，随我走一趟吧。今天是小竹峰第一次参与宗门大招，正好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苗子，好收为弟子。这是？此乃登天梯，考验即将入宗弟子道心和资质所用。攀登至1/3处者，可成为杂役弟子；2/3处者，可成为外门弟子。若能攀登临近终点者，便有机会被宗门长老看中，一跃成为内门弟子。登顶者，则有可能被峰主级别的大佬收为真传弟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为重点培养的核心弟子。不过，无论是攀登至临近终点，还是成功登顶的人选，后续都需要再进行一次灵根检测。师尊乃天阶上品灵根，号称太玄宗建宗以来最顶尖的天才弟子。师从现任太玄宗宗主，与另外8大峰中的3位峰主更是师姐妹关系，独领一峰，开辟小竹峰为第9峰。冷峰主别来无恙，冷峰主今日也亲自来了。据说这一届的招生有几个不错的好苗子，你要是看上了哪个，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就不跟你抢了。除了丹顶峰和凌霄峰2位峰主为道，其他6峰都是峰主亲旨。你先去与其他各峰的真传弟子认识一下，熟悉熟悉。是，师尊。这位便是小竹峰的林渊师弟吧？在下周沐风，乃是剑罡峰第2真传，都是同门，往后大家可要多多来往。玉灵峰真传孟之柔，玄阵峰真传周清河，天宫峰真传温景然。诸位师兄师姐好。今日凌霄峰、观星峰、树玉峰和丹顶峰的真传弟子都没来，来日有机会我再为你介绍。林师兄，内门一直有传闻说你是黄阶下品灵根，我一直都不信，今日得见师兄风采，故而冒昧一问，也好日后在外为师兄澄清一番流言。胡闹！冷峰主既然肯收林师弟为真传弟子，必然是看中了他的过人之处，又何必纠结于灵根品级？这位周师兄看似维护我，实则变相坐实了我黄阶下品灵根的传闻。多谢周师兄维护，不过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确实是黄阶下品灵根，侥幸得师尊看中，才有幸成为小竹峰真传弟子。黄阶下品又如何？老子师尊都没嫌弃我，更何况我还有系统，你们能比得过我？看来太玄宗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也是实力为尊的竞争局面。人家林师兄跟我们的追求也不同，我可是听闻林师兄进宗不过月余，就已经收拢了2个小师妾。说起来，我还挺羡慕林哥一般的人，不用像我们这般刻苦，也没那么大的修行压力。这剑罡峰的人倒是真会挑事。这位师弟所言确实有几分道理，不过要说毫无压力，也不尽然。我入门1个多月，有师尊悉心指点，才勉强从炼气3品提升到炼气9品，至今仍未突破到炼气大圆满。而且黄阶下品灵根筑基极为困难，倘若日后我无法成功筑基，可就真的辜负了师尊的栽培与期望。他这资质修炼速度那么快，难道是靠磕丹？真传师兄们哪个不磕丹？可也没那么快的呀。林师弟果然有过人之处。我看山门那边登天梯考核已经开始了，不如我们一同过去
看看热闹。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人能成为我新的刷返还的宝宝呢？我觉得剑罡峰的人品不咋地，我得找机会接触接触。第一批考核者便有成功冲到了登天梯的终点的，一共是2男1女。天啊！地阶上品灵根和师姐一样，靠，那么牛！既然诸位之前要我先选，那我就选这位赵金香。应该的，应该的。地阶上品灵根确实配得上冷风主，那可是地阶上品灵根啊，是太玄宗唯2的顶尖好苗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错过了。那剩下2位地阶下品灵根，我要了。凭什么？以后你便为我小竹峰第2真传弟子。是师尊。不过我地阶下品灵根第2，那第1真传岂不是天阶？他是林渊，我的真传大弟子，以后就是你师兄了。师妹赵蒹葭见过师兄。好惨一姑娘啊，那可是地阶上品灵根，太玄宗唯2的天骄，居然要被一个黄阶下品灵根的家伙骑在头上当师兄。什么？小竹峰第1真传竟然是个黄阶下品灵根的渣渣，这样的资质，怕是当个外门弟子都够呛吧？怎么成了第1真传？我不服！师妹刚接触我，这个态度我不觉得奇怪，可这剑罡峰的人还真是诚心给我添堵，那这笔账我记下了。怎么，我收徒弟还要经过你一个内门弟子的认可不成？要不以后我收徒弟的时候都提前请示一下你。峰主饶命，弟子一时糊涂，口无遮拦，求峰主大人有大量，饶过弟子这一次。再有下次，我定要亲自到你剑罡峰问你，看看你们剑罡峰到底还有没有尊卑之分。还不滚！真没想到师尊如此护犊子。嘿嘿，师尊，剑罡峰的人似乎格外不喜欢弟子。他们不是不喜欢你，是剑罡峰那位峰主跟我有些过节，他找不了我的麻烦，便放任门下弟子来找你的茬儿。你也不用怕他们，剑罡峰那位我还不惧。哦，弟子冒昧，不知师尊与剑罡峰峰主之间究竟是什么过节？对不起师尊，弟子冒昧。无碍，我只是想到此人，觉得恶心罢了。剑罡峰那位早年曾想与我结为道侣，我一心向道，没那份心思，便直接回绝了。后来他那第1真传容貌出众，他又想让那弟子给他侄儿当道侣，那弟子不愿意。啊！我曾指点过他几分，他便求到了我头上。我找宗主说了一番，宗门也不愿让一个好苗子就此沉迷情事，便回绝了此事。自那之后，那弟子便去了凌霄峰闭关修炼，我与剑罡峰那位也就此结下了梁子。看来剑罡峰峰主与那位第1真传之间早已离心离德，难怪第2真传来了。不过是想利用那弟子帮他侄儿突破境界罢了。不过在宗门内，他们倒也不敢太过放肆，就怕你日后外出办事，他们会暗中使绊子。师尊放心，弟子明白。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觉得林渊灵根低劣，不配当你师兄。但我要告诉你，林渊是我大弟子，这是从一开始就定下，现在不会变，未来也不会变。弟子明白，弟子一定会尊敬师兄，绝不敢有半分懈怠。黄阶下品能筑阶成功，就算是侥天之幸，结丹更是难于登天，短短100年就会作为一堆黄土。到时我自然就是小竹峰第1真传。很好，回峰。林渊，你负责你师妹的后续。这片区域是真传弟子的住处，目前我选了这间，其他的都还空着。师妹喜欢哪间，自行挑选便是。我选那间。看来这师妹很不喜欢我呀。算了，谁叫我是个废材，废材当师兄难免不能服众。这是
这里面是一些丹药，算是师兄的一点心意。往后若是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师兄。他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上品聚气丹，多半是师尊给的资源。你倒是会借花献佛，装好人。多谢师兄。若无其他事情，师妹便先回房修炼了。师兄也当勤勉修炼，莫要辜负师尊的期望。师妹若是有事，自会找师兄。意思就是别去烦你是吧？因检测到宿主对战便宜，上品聚气丹10颗，上品疗伤丹10颗，上品解毒丹10颗，触发80倍暴击返还，奖励0元诀。我去，萧仙儿刚刚改邪归正，就来个赵师妹。我还打算去剑罡峰刷个返还宝宝，没想到这就来了。赵师妹，师妹，你一定要硬气一点，争口气，不要学萧仙儿那么轻易就妥协了啊！师兄，我往后的幸福生活可就看你了。灵元诀竟是一部极为实用的疗伤功法，不仅能大幅加速外伤的愈合速度，对气脉受损、内息紊乱等内伤也有极佳的修复效果。而且炼气期即可入门，随着修为提升，疗伤效果还能进一步增强。后续筑基、金丹阶段依旧能用。唉，刚才怎么就没多送一些资源出去呢？不过问题不大，只要这赵坚家能一直保持占便宜的心思，我后续还有很多送他东西的机会。系统返还的奖励和我送出的东西有点关联，下次刻意送点我需要的东西，应该能刷到不错的奖励。你们还在收拾呢？对了，星瑶，你家在青州城，如今还有多少族人？我们族里如今还有几十号人，平日里大多是接些护卫任务，或是组队去城外山林寻找草药，猎杀妖兽换取资源，勉强维持生计罢了。师兄，你问这些，可是打算做点生意，积累产业？小竹峰如今刚建立不久，往后弟子多了，若是没有自己的产业支撑，只靠宗门拨款，怕是很难扩张，也容易惹来非议。师兄说的极是，其他8大峰都有自己的核心产业，就说丹顶峰主营药材和丹药生意，峰内弟子有专门负责种植灵药的，也有专注炼丹的，就连一些普通药材的照顾，都会在任务堂发布任务，让外门弟子帮忙做工。还有御灵峰、天宫峰、玄阵峰，分别是御兽、炼器、阵法领域的行家，各自都有稳固的营生。这4峰也是宗门内最富有的，峰内弟子的待遇更是远超其他各峰。那上次猎杀黑风狼就是树玉峰的，全是女弟子，主营服饰、护具这类物品。没错，凌霄峰则是涉联极广，各行各业都有涉足，虽然显得杂乱，但整体收获也不小。观星峰擅长推演天机、测算吉凶，也有不少宗门和家族愿意花钱请他们推演，生财门路也很稳定。那9峰最穷的就是剑罡峰和我们小竹峰了。剑罡峰全靠弟子外出历练获取资源，咱们小竹峰是刚建立的，底子薄，暂时落后一些倒也正常。这么说来，主流的暴利行业都被各峰垄断了，留给我们的发展空间确实不多。那制服生意如何？符篆威力不俗，修士出行大多会备上几张，市场需求应该不小吧？系统奖励的极品引雷符，威力强大，低阶修士就能驱动。凌霄峰、观星峰、玄阵峰、树玉峰都有涉足制服领域，且符篆大多是修士用来保命的底牌，不到生死关头绝不会轻易动用，消耗速度很慢。看来不另辟蹊径，想要插足确实不容易了。你们觉得我们搞拍卖行如何？拍卖行？拍卖行倒是不错，但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信誉。实力强能保证货物和客人的安全，信誉强能吸引更多的客人。咱们峰主的实力和地位，如果开拍卖行，安全方面绝对有保障。不过青州城的拍卖行已经有不少家了，其中不乏经营了数百年的老字号，他们早就积累了稳定的客源和口碑，咱们想要站稳脚跟可不容易。想要站住，只有能拿出足够珍惜、足够吸引人的拍品，才能引来强力买家。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完美聚气丹。没错，以我的丹道造诣，炼制完美品质的丹药并非难事。迟些时候，我炼制一批完美品质丹药，用来当做我们拍卖行的首批拍品抛砖引玉。你们觉得这样能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客人？虽然完美聚气丹只是炼气界修士使用的丹药，
但对于那些大家族的子弟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至宝。修仙之路，一步快，步步快。对于那些天才子弟来说，哪怕只是能早一天晋升境界，都能抢占更多的修炼资源，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所以，只要我们能稳定拿出完美丹药，别说吸引客人了，恐怕整个青州城的顶尖家族和宗门弟子都会挤破头来参加我们的拍卖会。师兄太厉害了，有完美丹药镇场，我们的拍卖行一定能一炮而红。如果能拿出更高阶的完美丹药，比如筑基境修士能用的，那效果肯定更好。筑基境的完美丹药而已，也不是不行。我现在就去禀告师尊。你说的没错，偌大的小竹峰总归需要人打理，要长远发展，必然要有自己的产业支撑。只是我向来醉心修炼，对这些俗物不擅长，所以一直没能顾及。你既然有这份心思和规划，便放手去尝试一番。是，师尊。这里面是5000中品灵石，你要创办拍卖行，前期必然需要大量投入，先用着，不够再来找我。在产业这件事上，为师反而要谢谢你替我分担。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的。想要固定自己地位，就必须实实在在做出成绩。哪怕我系统再深，未来可期，但外人并不知晓。筑基丹，完美筑基丹引发的异象。林渊此子还真是令人惊喜不断。师尊，您怎么来了？完美筑基丹，这竟然是完美筑基丹！徒儿，你真是给了为师太大的惊喜。侥幸，都是侥幸。你也不用紧张，为师还能害你不成？刚才我察觉到这边的异象，担心动静外泄引来麻烦，就先开启了护山大阵，封锁了周边。往后你再炼制这类高品质丹药，一定要先开启大阵，切记切记。被人知道我能炼制完美筑基丹，会很麻烦吗？太玄宗乃是名门正派，自然不会有人敢强抢你的丹药，算不上什么致命的大麻烦，但麻烦肯定少不了。一旦消息泄露，宗门内外必然会有一大堆人来求药买庙，总有一些摸不开面子的长辈或同门，你难免要忍痛割爱，且浪费你修炼时间。本来我还打算过些时日，你若筑基失败，便厚着脸皮去求你师祖，讨要一件能辅助筑基的逆天宝药。无论如何，也要帮你成功筑基。没曾想，你自己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多谢师尊为弟子周全。你若是后续还能炼制出更多完美筑基丹，在满足自己筑基需求的前提下，可以给我一些。我会拿着这些筑基丹去你师祖和几位师伯那里换一些有助于结丹的宝物，这样一来，也能增加你未来结丹的希望。若是这样还不够，他日我再打听一下，看看哪个秘境中有能改善灵根、辅助结丹的逆天至宝，定要帮你寻来。看来师尊是真的将我当做真传弟子对待。林渊，你的资质要走到元婴，难于登天，但为师费尽所有资源，也要助你结丹。多谢师尊为弟子费心，弟子能成为师尊的弟子，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这是太玄宗的筑基法门，我本以为你还需要些时日才能准备筑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达标了。好在现在给你也不晚。好了，你安心准备筑基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恭送师尊。这是筑基法门。筑基法门详尽无比，涵盖了筑基过程中的各种注意事项和灵力运转方法，这便是进入大宗门的好处。接下来，我继续炼丹。修炼上可有什么疑惑？回师尊，弟子暂时没有疑惑，只是弟子待役拜师，如今已经是炼气9品，距离炼气大圆满也不远了，大约月余就能尝试筑基，不知是否需要弟子暂缓筑基的时间？这妮子，
明显就是想暗示林渊资质太差，会耽误他修炼，从而重新考量两人的地位。不用，你该突破就突破，无需顾及其他。我现在就传你筑基之法，迟些时候你再去找你师兄要几颗筑基丹，以备不时之需，免得在筑基关键时刻出岔子，功亏一篑。我的根脚要筑基，何须筑基丹？不过师尊既然连筑基丹都交给林渊来保管，哼，那我必须得要。弟子明白，多谢师尊。是本宗的筑基法门，恭送师尊。所有筑基药材全部花完，100枚完美的筑基丹，剩下的全是极品的筑基丹，可以作为小珠峰拍卖行首批拍品，用来打响名声，吸引客人。至于完美筑基丹，暂时不打算出售，毕竟这玩意儿太过逆天，一旦消息泄露，人人都来求购完美筑基丹，自己岂不是要天天被困在炼丹炉前，耽误自己的修炼，得不偿失。现在我就闭关冲击筑基。乖，这用完美筑基丹筑基，竟然能达成完美筑基，还引动了筑基意象，这根基稳固程度竟然不弱于师尊那种顶级天才的筑基，真是意外惊喜啊！当然，也可能是吞天引气诀带来的辅助效果。总之，我之前以为自己只能勉强筑基，没想到竟然能够完美筑基。这样对上天阶灵根的天才修士，我在筑基境也有一战之力了。成了，师兄筑基成功了，天生异象，这是完美筑基的征兆啊！师兄竟然是完美筑基，天啊！弟子见过峰主。既然选择跟了我那徒儿，往后便要安分守己，莫要三心二意。弟子明白。弟子拜见师尊。好，想不到你竟然能达成完美筑基。有了这完美筑基的根基，你日后结丹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师尊谬赞了，说来也是侥幸，弟子也没想到服用完美筑基丹竟然能让人达成完美筑基，这倒是超出了我的预料。别说是你，就连我都未曾想到，毕竟修仙界有史以来就从未出现过完美筑基丹，你能有此机缘，也是你的造化。当初我筑基举全宗之力，想要为我寻来一颗极品筑基丹，以备不时之需，都没能如愿，更别说传说中的完美筑基丹了。这里是师兄的住所，小珠峰目前就2位真传弟子，除了眼前2位外门弟子，那能筑基的只有他了。引动筑基意象的人是他。可他前几日明明还只是炼气9品，和我境界相仿，怎么突然就筑基了？我都还没来得及突破炼气大圆满，他竟然先一步筑基了，而且还是完美筑基。到底谁才是天才啊？这完全不合理。刚才引发异象的真是林师兄。见过赵师姐，确实是林师兄筑基成功了。这怎么可能？他一个黄阶下品灵根，怎么可能成功筑基，还达成了完美筑基？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赵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师兄为什么不能筑基？黄阶下品灵根又怎么了？师兄成功筑基，你身为师妹不恭喜也就罢了，反倒说这种话，未免太过失礼了吧？赵师姐海涵，仙儿师姐她性子直，口无遮拦，并非有意冲撞您。无妨，是我失言了，我只是太过惊讶，毕竟这确实太违背常识了。见过师尊，恭喜林师兄成功筑基。谢师妹吉言，不过是侥幸罢了。怎么样？想不到吧？我竟能完美筑基，现在压力给到你了。侥幸能达成完美筑基，这分明就是给我炫耀呢！怎么办？原本我还想在师尊面前一鸣惊人，现在差距拉大了，而且还是完美筑基，我压力很大啊！不行，赵千家你要稳住，
还有机会的。想来是师尊太过看重师兄，给了他什么逆天改命的宝药，他才得以采狗屎运达成完美筑基。等你筑基成功，凭借地阶上品灵根的优势，一样能把他远远甩在身后。一时的成败不算什么，加油，赵蒹葭！小竹峰真传大弟子的位置非你莫属，谁来都不好使。林渊，刚筑基要稳固根基才是，莫要急于求成。是师尊。师兄，我的筑基丹呢？筑基丹，赵蒹葭现在是我新的返还宝宝，一定要慎重，多凑些资源一起送出，这样返还的奖励还会更丰厚。哦，筑基丹啊，没了。什么？师尊放你身上的东西，你全嗑完了，难怪你能完美筑基。哼，没有就算了，改天再来要。现在我得回去抓紧突破炼气大圆满。这态度不错，我喜欢，是返还宝宝的态度。你们两个这段时间好好修炼，尽快把修为提升到炼气大圆满。我手里还有些完美筑基丹，没打算对外出售，到时候先紧着你们用。啊，师兄，你不说没有了吗？师兄，那可是完美筑基丹，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们用，真的好吗？你们是我带上山的，不给你们用，难道还给外人不成？放心大胆的用，丹药管够，不用心疼。师兄，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师姐大驾光临，师妹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师妹不用如此客套，你我同门多年，何必如此见外？此行师姐是有求于你，想要跟你聊聊你那大弟子林渊的事情。难道是我这大弟子得罪了丹顶峰的人？不至于啊，他入门时间不长，基本都在小竹峰修炼，很少外出。非也非也，主要是我听说宗门近期出现的大量上品和极品丹药，都是你那弟子炼制的。如此出众的丹道天赋，留在这小竹峰专注修炼，未免有些太浪费了。师妹可否忍痛割爱，把林渊交给我培养？当然，我可以保证，林渊到了丹顶峰后，一应待遇都按照真传大弟子的标准来，我会亲自教导他丹道。师姐，林家祖上曾经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如今林家只剩下他这一根独苗，我自然要为他的未来负责到底。若是让他去了丹顶峰，一心钻研丹道，只怕他这一生只能止不住激进，也难以延续林家血脉。所以，还请师姐谅解。师妹，你那徒弟的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黄阶下品灵根，筑基几乎就是他的极限了。无论走不走丹道，他的结局恐怕都差不多吧？那倒未必。我曾经听闻，修仙界中存在能让人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哪怕呼尽我所有手段，耗尽我的人脉资源，我也要为他争取一番。还请师姐不要再提此事了。师妹的决心我也明白了，但你想要找的那种逆天宝药，何其难得，可遇而不可求。你看，不如这样，让林渊来我丹顶峰，我也竭尽所能帮你一把，动用我能动用的所有资源，争取把他堆到结丹境，如何？不了，我那徒儿灵根虽差，但如今已经是完美筑基，结丹的概率已经增加了不少。只要他潜心修炼，未必没有结丹的可能。我实在不想让他分心去钻研丹道，耽误了自身的修炼前程。等等，你让我捋捋，刚才你说什么？黄阶下品灵根，完美筑基。师姐，你没听错，确实是完美筑基，我已经亲自确认过。师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根本不可能，违背常理。正常来说，的确不可能。但如果有这个呢？我没看错的话，这是完美筑基丹，这怎么可能？完美筑基丹只存在于理论之中，从古至今就没有谁真正炼制出来过。以前确实没有，但现在有。师妹，请你一定要把林渊交给我，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他的炼丹天赋远超我，只要用心培养，将来必定能成为顶尖炼丹师。到时候，不仅是丹顶峰，整个太玄宗都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宗门也一定会为他倾斜海量的资源。那又如何？宗门连极品筑基丹都弄不到，更别提能让人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了。还请师姐谅解我的苦衷，我是绝不会让他去专修丹道的。暴殄天物啊！真是暴殄天物！其实师姐大可不必如此激动，筑基丹的丹方流传已久，几乎已经没有优化的空间了。丹药的品质如何，
无非就是看炼制手法和炼丹师的天赋。我那徒儿一向心态良好，不争不抢，反而才能炼制出完美丹药。真要是让他承担起整个宗门的期待，反而会影响他的心境，不利于他的成长，不是吗？师妹说的有道理，但完美筑基丹这件事太大了，肯定会引发诸多问题。到时候有人给林渊施加压力，我还真不一定能顶得住，倒不如让他留在你这里更安全一些。不过师妹，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必须答应。师姐但说无妨，我会抽空来小竹峰，亲自传授林渊丹道知识。他这样好的炼丹天赋，可不能白白浪费了。你看如何？这是他的福分，我岂会阻拦？不过师姐，这完美筑基丹能换一桶万年灵髓液吗？那东西我听说功效极佳，如果让我徒儿泡个澡，好好吸收一下，应该能进一步提升他的结丹几率。你当万年灵髓液是大白菜啊！万年灵髓液可是炼制金丹境降沉丹的核心材料之一，我丹顶峰10年时间也就能积攒出几滴而已，去哪给你搞一桶过来？那你给我几滴也行，还几滴？最多给你1/10滴。师姐，你想一下，我那徒儿是吞服完美筑基丹才达到了完美筑基。什么？你是说这完美筑基丹能让人达成完美筑基？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完美筑基丹当真是天下至宝，其价值比之那些能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也不遑多让啊！我算是知道林渊是灵根太差，但能炼制完美筑基丹，所以全是靠磕丹达到完美筑基。天啊，谁家能买得起30颗完美筑基丹？而他自己不但能炼制，而且还成丹率极高。灵根差，但炼丹天赋极高，难道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至于能不能让所有人都完美筑基，我说不准，但它应该可以提升筑基品质。具体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这样，我们先做个约定，如果完美筑基丹只是单纯增加几成筑基几率，我就用1/10滴万年灵髓液跟你换。要是能确定它可以提升筑基品质，那我就用1整滴跟你换，如何？不能再多一点吗？师姐，你手里的万年灵髓液应该不会少吧？别这么小气嘛！再说了，师傅以前都给我用万年灵髓液泡过澡呢。师妹啊，你也说是师傅给你的，师姐我哪有师傅那等财力啊？这样吧，万年灵髓液我是真没多少存货，1000年灵髓液要不要？1桶。什么1桶？1瓶就顶天了！你的资源那是举全宗之力供给的，整个太玄宗也就你有这好命，旁人根本比不了。那好吧，我先给你5颗完美筑基丹，你找弟子实验一下效果。等我找弟子实验完，确定了完美筑基丹的效果，再把万年灵髓液给你送来。1瓶1000年灵髓液也能给林渊泡个澡滋养根基。对了，赵坚家呢？给他剩3滴，不，2滴吧。峰内近期可有冲击筑基境的弟子？灵根资质要好一些的，最起码得有把握达成中品筑基的。回峰主，内门有一名弟子是玄阶上品灵根，按照他的资质，应该能稳定达成中品筑基。让他立刻来见我。是。这些5000中品灵石，你先拿去，用来购置拍卖行的场地、装修布置，再做些前期宣传。具体事宜你们自行商议决定即可。另外，里面还有一些筑基丹，您自行分配。多几个筑基高手坐镇，可以省心不少。林真传，这星瑶跟对人了，我们夏家也能抱上大腿，从今以后要起飞了。无碍，星瑶现在跟着我，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们去准备吧。真没想到你竟然筑基了。是的，今天刚筑基成功，很感谢你将夏家人带上来，举手之劳。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沈长老帮忙。但说无妨。我准备开设拍卖行，想要招募几名筑基境弟子，跟着夏家人回去坐镇，当然是有佣金的。这倒不是难事，但一般人肯定不行。我有2个晚辈，一个是筑基6品，一个是筑基3品，实力足够镇场子了。你要是不介意，我安排他们过去如何？沈长老的晚辈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对了，林凡的事情，你还有没有其他想法？林凡，你还真是不上心啊。不过也正常，
你早就猜到，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他已经被关在执法堂严刑逼供1个多月了，确实什么都招不出来。你要是没其他要求，我这边就准备将他逐出宗门了。好家伙，居然严刑逼供了1个多月！那就逐出太玄宗吧。迟些时候，我会亲自回一趟林家，把这笔账好好算清楚。现在搞拍卖行要紧。没问题，我会让我家族那边派人盯着林家，确保他们跑不了。多谢沈长老。小事一桩，没别的事，我先告辞。那我送送。不用，林真传，不必客气。放心，近期我就会尝试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什么？我真的可以治好根基？好，我等你助我突破结丹境，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沈长老不错，倒是个热心人，什么都可以。那可以的是谁？对了，最近通过售卖上品、极品丹药，已经积累了不少灵石，现在得去内门弟子聚集之地，开启买模式了。师妹，是你，见过师兄，不知师兄有何事？师妹，你也快冲击筑基境了。师父之前跟我说过，让我给你准备筑基丹的事情，这不，我给你送来了。顺便带了些修炼可能用得上的资源，都在这里了。这储物袋里面东西应有尽有，还有3枚完美筑基丹，还有几张极品引雷符，1柄上品法器清风剑。我很期待会返还什么呢？总算是给我送来了，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那没其他事儿，我先撤。那恭送师兄。那么重，肯定没啥好东西。不过不要白不要。储物袋里符篆入门手册、阵法入门典籍、御兽入门心得、阵法图谱、炼丹中阶资料、上品法器应有尽有。返还奖励，快来，快来啊！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符篆入门、阵法入门、御兽入门，屏蔽阵法图谱，上品清风剑，完美筑基丹3颗，处罚1000倍返还，奖励3品阵符术、3品阵法精通、3品御兽术、3品完美炼丹术，阴阳两仪阵图谱，金丹境极品法器飞狐剑，9转结丹秘法。好，这次是真的发达了。3品对应的是金丹境，我已经掌握了。制作金丹境符篆，布置金丹境阵法，驾驭金丹境妖兽，以及炼制金丹境完美丹药的全部手段。而那9转结丹秘法，更是堪称逆天。这竟然是一套完美的结丹法门。